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长相思邓薇直播聊杨紫，三言两语让观众看清她的性格。一般是没有动静的，一旦有动静，就是大动静。在用料上，长相思剧组真的是一鸣惊人。拍摄期间，别家路透满天飞。而且为了防止代拍被剧透，这家公司硬是用布把整个人围了起来。剧目完成后，其他剧方生意火爆。新海报一出，即是长月烬如霜剧组也会时不时放出演员片场花絮。我们认为海报材料的分发数量适中，每天的视频跟约会记录有关，反正就是个没用的，甚至有点呆板的状态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剧组要冷清一阵子的时候，等关档定下来火了，官方就直接来了一场主创组合的直播，好朋友见面会，那些压轴特辑中没有提到的幕后趣事，统统展现在荧幕上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邓伟是一个高大冷酷的都市男人，一举打破了大众对他长相的刻板印象。话多到连观众都吐槽了，这小子怎么这么活泼？而在他的发言中，更是几乎和剧中的妻子杨紫脱不了干系。邓薇直言杨紫可爱，初次见面误会尴尬。被问到荒岛，杨紫暖心回答：长相思不同于传统言情剧，剧名中的相思对应的是逍遥和男主轩轩，可最后陪在女主身边的却是男二涂山璟。景瑶是真正的官方合作伙伴，论甜蜜较量，自然是两人接触最多。当被问到对杨紫的第一印象时，邓薇脱口而出说她很可爱。根据我在片场的观察，称赞她是一个非常好的伙伴。我发现，即使提前研究过剧本，杨紫在现场也会更加小心，思考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。这样的演员，可以在休息时间把所有的精力都挤出来工作。对于小辈邓薇，她着实有些佩服。杨紫之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可爱，是因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的气氛有些迷茫。那个时候，邓定了很久的妆，让人睡着的那种。整个脑袋都有些昏昏沉沉的。这时，工作人员邀请他去见杨老师。潜意识里，他以为杨总是剧组的幕后黑手，也就想当然了，心安理得的去了。没想到在会场看到了杨紫，这让他更加慌了，结结巴巴的自我介绍。而本该去放松的杨紫，看到他这般慌张，我也急了，两人连连打招呼，让邓薇在直播中回忆起来，到现在还觉得很好笑。因为剧组拍摄任务繁重，杨紫其实并没有出现在直播中，但她却贴心地提前回答了官方的问题。如果去荒岛，她会带谁？她假装想了想，然后笑着表示：当然，都是带的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剧组的爱情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沉香如屑首播遭黑，杨紫教孟子解法，前辈态度尽显。同组演员评价杨紫人品好，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。沉香幕片结束几天后，在剧中饰演杨紫妹妹的孟子义在接受采访时主动提及涉黄话题。该剧首播当晚，孟子义言对杨紫的话题瞬间飙升至热搜榜首，这让委托方孟子义非常紧张，因为他和团队都没有安排这样的入场。要知道，有比较就会有争议，性压力不是一个好的入口，他很容易将两个人送上舆论的中心。考虑到这一点，孟子义私下给杨紫发了消息，想要澄清自己。而在圈内混迹多年的杨紫学长辈分很高，叮嘱他不要这样，如果他发了，会引来黑屏，一切交给节目吧。听了他的建议，孟子义选择了冷静应对。果然，在双方都没有回应之后，这个词条的热度就下降了。杨紫的温暖让身为小三的孟子感觉很好，能得到不止一两个人的称赞，想必观众也知道杨紫有多精彩。02古装男神程毅颜值高，演技好，但不争不抢，愿意清白。被誉为仙侠剧天花板的他，帅气可人，凭借渣男形象成功圈粉。他就是演员程毅。他曾经说过，我和普通人一样，每天上下班，无聊的时候喝茶或者钓鱼，这种生活也被称为老干部的退休生活。然而，现实中的程毅就是这样。不仅如此，他似乎从来没有时间。他每次宣传新剧，总是在拍下一部作品，有时来不及换装就被拉到现场。不得不说，程毅真的很努力。在拍摄现场，他总是亲力亲为，
即使是一些武打场面，也是为了呈现最真实的视觉效果。甚至有一次，程毅因工作人员失误从高处坠落，导致右腿骨折。不过在医院包扎好之后，为了不耽误大家，他还是第一时间赶回了剧组。这也是他后来有精彩表现的原因。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的演员，尤其是在《沉香如渣》中的造型，着实惊艳了大家，仙气十足，眼神犀利，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那句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娘娘，也俘获了无数少女的芳心，她们都想给皇上生猴子，足以见得程毅的表现有多么出色。不仅如此，程毅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男孩，懂得照顾身边人的感受，帮助他们解除尴尬。在一次宣传会上，杨紫在网上被黑粉晒出丑照，于是公开表示要减肥，看得出来杨紫很伤心。可此时，她的男朋友秦俊杰就在她身边，她却毫不在意，连站起来说话都没有。反而是程毅看不下去了，贴心地安慰她，可是她已经很瘦了，经常不吃饭。这样的暖心举动实在是太吃香了，这样的诚意你们喜欢吗？欢迎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。03，杨紫越穿越开挂，微博之夜连换3套裙子，粉色深 V 裙诱人，太美了。说起杨紫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小雪。《家有儿女》这部剧陪伴了很多90后的童年，聪明可爱的小雪也成为了90后的经典回忆。杨紫也凭借这个角色成为名副其实的童星。杨紫曾在一次演讲中表示，在别人眼中，她是起点高的童星出道，是幸运的。可这份幸运的背后，却没有人真正知道她承受了多少苦难和委屈。小时候，杨紫还没有长大，也不太注重身材的控制。她有一张胖乎乎的脸和黝黑的皮肤。她曾被网友吐槽为残疾童星。而和杨紫合作过的宋丹丹也直言杨紫长得不漂亮，不推荐她继续当演员，认为她肯定红不起来。后来，杨紫又出演了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和《亲爱的热爱的》，都红极一时。就在刚刚结束的2022微博之夜，杨紫再次亮相，获得微博年度表现力男演员。在以往的红毯走秀和颁奖典礼上，杨紫的着装大多是青春靓丽的少女形象，而这一次3套造型却给人3种感觉，让大家看到了杨紫不一样的气质。第一套，这件白衬衫搭配了一条带扇子的长裙，裙摆上点缀着花朵，比较符合杨紫一贯的风格，给人一种热情洋溢、青春开朗的印象。白色衬衫加粉色立体花朵公主裙是典型的甜美风格搭配。白色衬衫简约而不失优雅，衬托出穿着者的气质；粉色立体花朵公主裙增添少女仙气和甜美气质。这种组合适合各种正式场合、约会、聚会，甚至日常穿着。白衬衫的清新、优雅不容忽视，适用于职场、正式活动以及各种对着装要求得体的场合。粉色带着一丝柔情，立体花朵公主裙的设计很适合展现青春可爱的气质，平添对爱情的向往与浪漫。这身黑色连衣裙更显她的端庄稳重，这是杨紫之前很少尝试的风格。身穿黑色长裙，杨紫也很 hold。黑色是永恒的经典色，穿出优雅、高贵、神秘的气质，深沉稳重的气质在长裙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优质的缎面材质体现了这条裙子的高端质感。宫廷领是经典的设计，可以增加穿着者的气质和优雅。这样的设计让裙子整体更加优雅华丽。这种长裙下摆宽松，呈圆弧形，自然而然地展现出古典美感，营造出更加华丽的气质，同时也让佩戴者走起路来更加优雅从容。第3盘，相比前2套穿搭，杨紫在微博之夜的第3套穿搭更是美轮美奂，让人移不开眼。一袭粉色拖地长裙，褪去了青春的浮华，迎面而来的成熟优雅多了一份女人味。粉红色是一种细腻温柔的颜色，可以营造出美丽柔和的视觉效果，与女性气质相得益彰。及的连衣裙的材质通常是柔软的雪纺或真丝，它们的飘逸和光泽能让穿着者显得更加高贵。简而言之，粉红色的拖地裙是一款优雅、浪漫又不失女人味的连衣裙。它的设计非常优雅，让人爱不释手，能为佩戴者增添柔和优雅的气质，是时尚女性的最佳选择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
谢谢大家。